沈玉清，你一个哑巴树，也配和我有几分相似？今夜是我和裴寂的洞房夜，让你承欢是抬举你，还敢委屈？摄政王到！过会儿给我演得像一点。裴寂是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的摄政王，连累了我们国公府。我让你和你风凉死无葬身之地！王妃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给本王扶逍遥伞！本王最恨被人算计。我只是想和王爷有个终身难忘的洞房夜。若我尚是完璧之身，哪轮得着你这个哑巴树？姐姐，你答应过我，只要替你圆房，就放我和小娘离开。跟我闹绝世，和你娘一样，都上不得台面，只会勾引男人。来人！跪下！今日姐姐教你牢记，什么叫披服汉书，不自量力。这才乖嘛！再有下次，穿透的就是他的咽喉。娘，儿错。我以为只要我们装疯装哑，你乖乖听话，他就能放我们走。娘，晴儿，娘，晴儿，忍手。华满。晴儿，
像往常一样让你干活，原来是想借腹生子。那天我在洒扫地界院子的时候，看到了调理小产的药渣，居然是他自己落胎伤了根基。娘，等这个孩子生下来，他定会上我命根。晴儿，分娩之时，便是我们逃离的唯一机会。羊水破了，要生了！你在这守着，我去找稳婆。是。睡醒，不能睡，不能睡，不能睡。还是咱们青妹姑娘有手段，一向自诩风流镇里急先锋的镇南王也为您倾倒。哎，停！
我不要胡八九，我只想服侍你。为何要跟我习魅惑之术？我想像姑娘一样，将那些权贵大员玩弄于股掌之中。莫不是看上了哪家高官？摄政王裴寂，倒是有趣，那可是连我都拿不下的男人。我有一点胜过姑娘。胜过我？我无半分退路。这是烫吧？温三娘给我调制了药膏，平日看不见，一旦身体发热，便会腹泻。那也就是说，情欲发生之时也会腹泻。我会将你控情。沈一静，多谢师父收留。曼陀罗又名西炎，你要记住，从今以后，世上再无国公之女沈玉清。只有媚香楼继子西炎。我会助你讨回公道。青梅，青梅姑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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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！哎呀，就是像你这样的，
是仙姑娘，不愧是青妹的徒弟，因而不俗啊！要不说，日后花魁非她莫属。对呀、师父，听闻摄政王平叛回朝，百官朝贺，湖州刺史请了媚香楼花魁献艺。师父，可否陪您一同前往？刺史要的是花魁，去的自然也只能是花魁。还是说，你想取代我？你还没有准备好。师父，我已经准备了3年。青妹姑娘，轿辇已经准备好了。青梅姑娘，青梅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！你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！我现在就去报官。报官可以，只是妈妈，刺史大人那边，您要如何交代？我知妈妈最讲情理，但形势比人强。青妹已经毁容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媚香楼的花魁。这赴宴之人，也只能是我。家之罪何患无辞？你滥杀朝廷重臣，天理不！一品到4品，都快屠戮殆尽了。宣湖州刺史觐见。贺礼呈上。
慌什么？退下！是。你当真以为能行刺得了本王？王爷，全是妻子自己所为啊！下官全然不知啊！王爷饶命啊！你再年老昏聩，也不至于雇一个半点武艺都不通的弱智女流。王爷看似睿智，实则蠢笨。什么？夕颜受刺史大人所托，为王爷献艺，可王爷好似心意已决，无论哪种贺礼，都会成为大人们的催命符。既然都是死，倒不如以命相搏，保雇主一命。虽是愚忠的可笑，却也比饱读圣贤的贼子强。本王为国拼死，尔等在背后贪污作梗，不及区区一个青楼妓子有风骨。滚吧，这老儿生死与你无干。王爷夸了些，看似对夕颜满意，可又没放过刺史。先不懂，王爷到底对奴家是满意，还是不满意？敢刺杀本王，项上人头还在的，你是第一个。奴家献艺，未能让人达成心愿，王爷也是第一个。这话倒像是本王没见识了。王爷可敢与奴家赌一把？赌湖州刺史和你的命。奴家遵命。不要啊，王爷，老朽不想死啊！听闻王爷剑法神准，100丈之外能将敌帅一剑封喉，大败北境。此扇有4只玉珠，若奴家一取5璧，王爷能将玉珠全数摄入，便是王爷赢。倘若未能，便放了此事，可否？奏乐。
王爷承让。慢着。王爷莫不是想反悔？本王伤了你，岂能不负责？王爷，他们如何处置？杀鸡儆猴足矣，都杀了。谁给我裴家治理天下？王爷宽仁。谢摄政王不杀之恩。下面的官员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，一个继子也敢献给王爷。王爷位高权重，想巴结他的人，自是竭尽所能。王爷心里只有王妃，那么多姬妾，没人能在王府撑过3个月。唉，可怜了那些妹妹，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。摄政王府的富贵，他们无福消受。夕颜无碍，该回媚香楼。他日有机会再给王爷献。你处心积虑的接近本王，如今又不想留在本王身边。这世间哪个女子不肖想王爷？可是，那也得有命相拥才行。本王看你不像怕死之人。王爷府上连个侧妃都没。王爷的姬妾，要么香消玉殒，要么人间蒸发。王爷想让夕颜留在府上，可会护着夕颜吗？你若没别的心思，自是能哄。若是有其他的顾虑，不如在此小住几日。伤愈之后，再定去。王爷这般贴心，倒是让奴家有些动心了。这便是今日来献舞的姑娘吧？姑娘果然好颜色。你是姐姐，你能说话？夕颜见过王妃姐姐。王妃认识夕颜。夕颜妹妹像极了家中早逝的庶妹，一时思念。姐姐这般模样，不像是怀念，倒像是恐惧。乍见已故之人还生，
臣妾礼数不周，让妹妹见笑了。王爷勿怪。王妃一向温婉得体，这几日好生照顾熹爷。沈玉清，别装了。姐姐这般神态，倒让夕颜好奇，你那庶妹因何而死，能让你这般期待？你是她也好，不是也罢，都和她一样，只配为奴为婢。别妄想匹夫撼树。姐姐这般模样，像极了我们媚香楼里那炸毛的波斯猫。夕颜不过是小住几日，姐姐就这般惶恐，是怕你的荣华、你的专宠、你的权势，都将被我夺走吗？雀奴，带他去偏殿，好生伺候。王妃放心，奴婢定会好好招待。进去吧你！沈玉清，往日在国公府最常住的地方就是养雀院。这偏院呀，是王府最像养雀院的地方，你可熟悉？想不起来啊？那我就帮你再回忆回忆。雀奴，我可不是那些文弱小姐，求着你个丫鬟气力。今天我就给你立立规矩。你个家妓，你敢娶我来？我今天先告诉你，该怎么跟我说话。回去跟你主子汇报吧。别着急，账我会一个个算。善后之事已处置妥当，这群佞臣为了置王爷于死地，不惜勾结外敌，致使五军伤亡惨重。只是太后授意散播王爷的残暴，王爷的名声愈加不堪了。虚名与我何用？我只要他们怕我。您对夕颜姑娘无意，却又将她留在府中，是因为她不怕你吗？先生从哪里看出我对她无意？只怕整个京城已经传遍，我对她是宠爱至极。王爷爱一人，不会将她当作靶子，立于人前。本王后院的女人，都被沈远景处理掉了。大婚之夜找人替睡，借腹生子，是时候压制一下王妃和国公府了。属下素闻媚香楼的花魁是青媚，这夕颜姑娘倒是头回听说。她看似娇弱，实则颇有心计。王爷可莫要落入她的温柔乡了。王妃，夕颜肯定不是沈玉清，对养雀院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沈玉清连奴才的眼睛都不敢看，奴才一抬手，他就得求饶。3年了，人是会变的，怎么可能3言2语就试探出来？若是有什么法子，能让他直接吐真言就好了。
按你说的去做。不管他是不是沈玉清，我都不想再看到他那张脸。没人能逃过我家乡的噬心香，你果然就是沈玉清。沈玉清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昭儿已经送上山越狱，臣妾想接她回来。慈母多败儿，以后昭儿交由我亲自管教。天寒了，不如搬去臣妾那儿，臣妾伺候王爷入寝，早朝也能方便些。爱妃不必如此辛苦。国公府离不了王爷，王爷也离不了国公府。王爷与臣妾此生都要锁在一起，难得糊涂，皆大欢喜，岂不更好？现下就很好。偏远的禽生，见人就是矫情，发个疯还这般不安生。这情深。今夜你不死在雀奴手上，也要死在裴寂手里。王爷，你如何得知此曲？此曲是奴家和宫里出来的乐师所学，不知会冲撞了王爷，今后再也不弹了。弹完。这是能找到的所有关于裴寂的信息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将比了解自己更了解你。裴寂，这是你母妃惨死冷宫后，你为哀悼她所作之曲。你可知我为了今日费了怎样的心力？
此处太过偏僻，本王带你去别处。夕颜只是在王府养伤的继子，明日便回媚香楼，不劳烦王爷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的侍妾，搬去书房侧院。想害我，正好借你们的东风。你们别碰我小娘，别碰我小娘！别碰我小娘！沈玉清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你没杀母夺子之仇未报，我沈玉清怎么敢死？怎么，还想去给沈元景报信啊？你没机会了。明天仵作来勘验现场，只会发现你闯进我的卧室偷东西，然后不慎被火烧死。冤吗？我和我小娘当年比你还冤，你也没放过我们。姐姐，好戏开始了。你心心念念的摄政会成为我罪孽之人，为我所用，为我复仇，向你讨逆。王妃，不好了！王爷抱着那个继子进了书房，还生他做了事情。雀奴呢？夕颜多谢王爷，给妾身名分。你处心积虑的了解我，靠近我，不就是为了勾引本王？那夕颜的目的又达到了。本王倒是要看看，你还有什么本事。是你。
执着。王爷这是宠幸过多少女人，还是把妾身当成了神？没有怀疑，不是的。启禀王爷，偏院走水，巨奴烧死在里面了。血奴在我王府3年平安无事，只跟了你1日就丢了性命。看来你的目的不仅是本王。妾身今晚一直都在王爷的怀中。若今晚烧死的是妾身，王爷可会怜惜，为妾身讨个说法？王爷，王妃请您速去定夺。此等后院事务，王妃自行处置。姐姐还在等王爷，王爷快去吧。你敢本王走？今夜已无兴致，明日还要给姐姐奉妾室茶。若王爷真心怜惜，就还是快去吧。此女倒是有趣，且等等看，她究竟意欲何为？都送下去，为您陪葬。姐姐万福。昨夜妹妹送了我一场大火，今日姐姐也还你一份小礼。叶氏妾身份高贵，想见一面真是不易。青梅，王府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念在师徒一场，我不想把事做尽。快回你的媚香楼去。这么着急赶人，是怕他说出你极力隐瞒之事吗？沈玉清。
青妹，夕颜到底是何出身？禀王妃，此恩将仇报之徒，就是河西叶家之女叶夕颜。他祖父曾任知州，后遭逢流民兵变，流寇屠城，全家被杀。他被掳走后，不知道被多少人糟践过。这种人，怎配给摄政王做妾？青妹，你若有半句虚言，摄政王府死个继子，可不算什么事儿。王妃不是答应过我，只要我揭出此女身份，便能除掉她。都是女子，这点贞洁就能证明孰轻孰恶。若王爷如同凡夫俗子一般，又怎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我抱入王府？王妃自己没能耐拴住我，就拿我的身份做文章，真是可笑、可悲、可怜。你敢耍我！既然王妃不信守承诺，那我便自己了结。我死里逃生，以为除了虎穴，怎料又入狼窝。这3年名为栽培，实则虐待。我稍作不对，就竹条抽我，绳子捆我，花刺扎我，这些我都一一记着。别把青楼的阿扎戏码搬进王府，给我狠狠打这闹事的继子！是。多谢王妃姐姐，惩治这种人，就得大张旗鼓的才好，好让王爷知道，姐姐在为我主持公道。听点小事儿，何须惊动王爷？将青妹赶出王府！青妹姑娘，轿辇已经备好了。师父，裴姬减少涉野，错过这次，不知何时才能再有机会。你要复仇，就要让自己像曼陀罗一样多。不可以，师父，不可以。我若不回入，就无法从那些权贵们蝇营狗苟的肮脏博弈中脱身。师父早就已经倦了。既然师父成全你，你也成全师父。徒儿，这是师父最后一次吧。师父，徒儿无法送您出去，望您前怀后余生此意。沈渊景，现在把我当成真正的对手了吗？用你的权势倚仗来对付我，让我扫兴，送你入无间地狱。
王爷这把美人剑果真锋利，王妃接连2次下马威，不仅没让他伤到，还被他气得砸了一屋的陈设。派去河西的人回来了吗？叶氏全族死于战火，无从考证。没有疑点，就是最大的疑点。王爷还要用他吗？一个来历不明的孤女，若对本王不利，杀了便是。姐姐找我何事？群卧宴在即，本宫事务繁多，无暇照拂妹妹。姐姐多虑了，只要王爷待我好，便够了。总归不好。表妹近日来府小住，那就让她替我陪你几日吧。世上竟有如此肖像之人。不，青儿可没你这般玲珑精巧。戏言就只是戏，一个两个的都把我当成那个什么情人。声音也这般动听，金姐姐，你这是从哪儿寻来的可人儿啊？就算你不是沈玉清又如何？只要你们长着一样的脸，就该像他一样扔我手里。等林继福把你烫出满身伤疤，把你成了风，我看你拿什么跟我争？届时你的恐惧会成为他们拿捏你的手段，是被恐惧逼疯、逼死，还是化恐惧为反击之力？自己选。林继福，你终于来了。
福，你不作画了？我烫着了，烫出花衣了吗？让我看看。夕颜姑娘肌肤采雪，花衣一定更好看。表小姐不要这样，倩儿的皮肤养断时，疤痕便会消失。让我看看你的如何。再让你逃，抓到你了！试一下吧，试一下吧，试一下！放开我！试一下！快开门！表小姐和王妃打起来了，快来人啊！表小姐，表小姐，表小姐，这是王妃啊！沈渊姬。林继福是你教坏的，一众的恶意也该由你承担恶果。表小姐醒醒，快拉我！小姐，这是王妃啊！小姐，沈元锦，你敢打我！逍遥散给我全部收走，全晚宴之前不许再用。你是，我提醒过你，叶夕颜不是那个伏低作小、任人凌辱的沈玉清，你脑子给我放清醒一点，别再被他利用。虚伪，只知道在裴寂面前演唯唯诺诺的小娇妻，你累不累？全卧宴后会圆你夙愿，当京城第一贵女，接太后封赏。哼，谁稀罕？全卧宴后你就要嫁到江南，我们都想让你风光出嫁。这几日，你且乖乖听话。到了江南，夫家要仰仗你背后的权势，你也不用像在京城这般拘着。今日王爷就会厌弃他。王爷平日里理政辛劳，每年冬寿归府，才能和府欢聚一堂。我等也不能只顾享用王爷的美酒鲜肉，还得拿出些看家才艺助兴才是。怎不见夕颜侍妾？她色艺双全，来开场才好啊。继府表妹今日来府小住，王爷也知她是个爱玩闹的。夕颜妹妹又出身媚香楼，二人相谈甚欢，聊了一日。这会儿许是累了。林继福，给王爷请安。
有人永远也吃不上这口鹿肉了。摄政王府不留服散之人。妾身知王爷厌恶逍遥散，但又不敢忤逆表小姐，便趁她不备，换成了香囊里的香粉。王爷若是不信，香囊就在案几上，王爷可让太医查验。那你为何还会如此？妾身不过用了青楼里的方法，此粉闻着和逍遥散一样，只不过加热后还有催情的功效。请王爷先行离去，待妾身药力退去之后，自会向王爷请法。明知是媚药，为何还要服下？是为了躲避服散，还是要勾引本王？妾身不想被王爷厌弃。妾身如此行事，王爷不会怪罪吧？不好。风来过不停流淌身边，像回忆擦肩重现，如雨零落翻过流年，流离失所的眼，那一瞬如光温暖黑暗，茫茫人妾身在想释放王爷，但也不愿用这种下三滥的药来玷污王家。内野之人是你，本王要知道内野的来龙去脉。王爷在说什么？我看到了花印。王爷喜欢花印。你用冷水沐浴。妾身正在书间。太医应有不伤身的解法。妾身不想把事情闹得人尽皆知。本王让人备好姜汤。他明明吸食了逍遥散，王爷却留下了他，还在他屋子里待这么久。我只是给他下了一次散，他就对我出
处处冷淡。表姐，你把伞给我呀！我倒要看看裴姬到底能容他到几时。若他扶伞后癫狂，丑态尽出，我看裴姬咽不咽气。不行，算了。像我们这种深闺教养长大的女子，是斗不过他的。雀奴刚刚出世，我不想你有任何闪失。天下之人若敢斗我分毫，也得看太后答不答应。好一副美人图，只可惜这眉间少了花钿。给我烧热。昨日我与表小姐如此投契，还以为你我是知己呢。没想到，不过是王妃的一条哈巴狗。她让你要谁，你就要谁。叶夕，你一个侍妾，如此嚣张跋扈，你还有没有点规矩？今日，我便把你的牙齿一颗一颗敲掉。舌头一寸一寸割下，我看你还拿什么要宠我？表小姐恕罪，这是内务府给王妃准备的秋夜首饰啊！这只翠翘金玉七尾凤钗，端的就是华贵大气。叶师姐，这不合规矩啊！哼，你一个青楼妓子，这般逾矩，也该知道是要掉脑袋的。这一只凤钗，只有您才能压得住，公主殿下。你怎么知道？难道你是谁？青楼消息灵通，况且此事，京城的宣贵都知晓。公主，这才是您该有的模样。小姐，这是凤钗，您不能戴，这不合规矩啊！加我公主，母后是太后，我就是公主。哎，不行啊，小姐！我不管，我就要戴，我是公主。夫儿大了，她这身份不好再继续留在宫里。妹妹带她走吧，对外只说是远房亲戚家的表小姐。公主金枝玉叶，
却活得事事小心，处处谨慎。我这个青楼妓子，都比您要自由、自意。继父，这也是你能带他。他拿凤钗时，你就该趁机将他治罪。你抓不住裴寂的心，不低三下四的求我，竟还命令我。他把凤钗戴在你的头上，故意勾起你的回忆，让你逾矩、僭越。你连这都看不明白吗？逾矩、僭越，从小到大，你们所有人都对我耳提面命，给我立种种规矩，生怕我逾矩僭越给你们惹麻烦。那是不是我死了你们才满意？好，福儿，姐姐知道你心里苦，今日也是怕你着了他的道，心急了些。妹夫又送了好些东西到你院里，福儿，我是把你当做亲妹妹看待。你能得一人真心相待，才是姐姐最大的心愿。姐姐应是此生难求了。行了，我会把她带走的，保你尊荣。不过是太后和宫廷画师见不得光的私生女，还真把自己当公主了。西雨啊，去了江南，我就只有你了。虽然你身上疤痕明显，比不得沈玉清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嫌弃你的。公主好话语。滚！公主今日若是不找我来，我也想找公主对饮，化解你我之间的仇怨。我与表姐自幼一起长大，你以为唤我几声公主，便能攀附于我，离间我和表姐？一个臭哑巴，凭什么你有风娘疼着你、护着你、爱着你？凭什么？人还敢拦我？
有无通房侍妾？江南女子吴侬软语，等着新婚的欢愉褪去过后，她可还会对您小意温存？这江南到京城，山高水远。若是公主往后受了气，谁来替您撑腰呢？是那些将你远嫁之人吗？闭嘴！这是太后送我的嫁妆，若你能徒手将它取出，我便饶你不死；若是取不出御赐之物，那就是死罪，裴寂救不了你。你干什么？放手！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抛弃你？因为你是全京城的笑柄，你让他们丢尽了脸面，你就应该被抛弃，就不该存在。谁给你的胆子？放手！来人！来人！没事吧，小姐？公主，我已完成您所说的让我徒手取这御赐之物。我要杀了你！没用。叶侍妾无故烫伤表妹，损毁御赐之物，杖毙！姐姐明察，是表小姐醉酒不慎将御赐之物落入了火盆之中，想徒手去取，夕颜只是上前阻止，表小姐就一脚将火盆踢翻了。你还敢狡辩？来人！先掌嘴5十！王爷，妾身今日约您赏月饮酒，您若是早些来，就不会闹出此等事了。他竟是早有防备，今日怕是不成了。王爷，是臣妾管家不力，让2位妹妹玩得太过了。夏元姐，他烫了我，你就这么轻易接过了？明日群卧宴往来皆是贵女贵妇，臣妾不想再生事端，失了摄政王府颜面，也不好跟太后交代。叶侍妾便留在房中吧。
王妃自行安排。王爷，妾身想见识见识。你想疼死我呀？滚！那是最好的烫伤膏，不会留疤。明日群卧宴你是主角，莫要受此影响。主角？我不过就是个提线木偶，只需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配合你们演戏，让那些皇上以为母后有多才华。你又在说什么疯话？你们将我卖到江南，换取皇上银钱，扶持皇帝亲政，母后、你、姨母全都得利。可你们有谁在乎过我的感受？我不想讲。林继父，这门婚事由不得你反对。你凭什么对我颐指气使？你和你母亲不过是仰仗我家的一条狗。你再胡闹，我只能请太后懿旨，将你软禁之出嫁。别介，我错了，我只是不想一个人孤零零的嫁到江南。京城也有商贾啊，我以后再也不负洒了。我求求你，我都乖乖听你的，不要抛下我。你的身份不宜长留京城。这些年，你有没有真的把我当做亲妹妹看待过？齐宇，看好你们小姐。是。多谢王妃教导。这张脸，真想立刻毁掉它。
你将继父得罪狠了，他是半点亏都吃不得的性子。群卧宴之后必会报复，到时王爷也保不了你。不让我去，才正中我下怀。我就是要让你们毫无防备的踏入我给你们设好万丈深渊。我的身体，好难受。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好像万马奔腾。我要杀了裴姬，我要杀了夕颜，我要。小姐，王妃说过，您不能在群巫宴前服死了。不要下去！不要下去！你知道吗？人皮欲火的瞬间，刺啦，像极了逍遥散被点燃的声音。我要下去！把你烧死！你能弄到？奴婢有个小姐妹，她在王妃院里当差，我去求她，偷些出来。好戏月，快去赶回。若是找不到，今晚就是你的死期。好了，小姐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若没有秦姑娘和秦小娘暗中相帮，西域也和众姐妹一样，早就被折磨死了。是我甘心做姑娘的内应。我到时候会想办法，让沈元景将我软禁，逼他散瘾发作。到时候把这个给他，这里面有雀奴留下来的实心香。你要诱他自杀？那太便宜他了。我要让他死得其所。在他梦魇的时候，你对他反复说这几句话。按照我给你指引的路走下去吧。临济福。小姐，明天还要参加群巫宴，您少抽一点。闭嘴！还是他对我好。林继福，你的报应就要到了。林继福，像你这样蠢笨又无用的人，就活该被抛弃。莫浩，莫浩，凡儿错了，凡儿错了。抛弃之前，还要榨干你最后一点价值，直到你毫无用处。沈元景，我一定要让你跪在我面前，磕头认错。
好，姐姐，你们不要抛弃我。可我没关系，你上去找他，你要上去找他。小姐，曲沃宴的礼单送来了。相国夫人送3壶罗子带，嫡女送红珊瑚手串1串，平阳侯夫人送蜜合香。罗子带，我记得母后不过只有2壶。蜜合香也都好几年没有产过，还有红珊瑚，那可是娘娘才能戴的呀。兵部尚书夫人送虎皮醋菊。怎么了？小世子最喜欢醋菊了，奴婢念错了，这是王妃的礼单。相国夫人送半壶罗子带，嫡女送粉珊瑚，平阳侯夫人珍珠香粉。明明是给我送钱，为什么我的贵客反而利用沈渊洁？他们凭什么？小姐嫁的是皇上，他们不敢逾矩。不错，他们明明出嫁从夫，商贾门户，纵有万贯家财，终是根基浅薄，在沾英侍骤眼中根本不值一提。都瞧不起我，都抛弃我。那我又何必？我留体面了。这群卧宴同往年一样无聊，王爷怎的就将叶侍妾关在房内了呢？热闹过头，你去收场。这叶侍妾的心眼比这堂中的莲藕还要多。王爷若是不想和太后还有国公府撕破脸，最好不要让她起事。姑娘，我会以纸鸢为信号，若升起纸鸢为青色，则一切顺遂；若为赤色，则情况有变。沈渊洁，好戏要开场。不错，是今天不少。是，你的气色越来越好，是吧？好。真是好久不见啊！是，你这真是发的好看了。谢谢，妹妹今日这衣服的样式可真好看啊！哪里？你又复散了。大好的日子，姐姐不为我高兴吗？哎呀，继父今日气色真好，当真是国色天香啊！太后亲自为你指婚，可见太后对你的事儿啊，真是上心呐。你那上不得台面的画室父亲，被太后亲手斩杀。
姐姐要嫁的夫婿富可敌国，又在江南水乡，私生女配商贾，太后和国公府的荷包要装满了。这哪是嫁女儿，分明是卖女儿。她就是个私生女，怎么还有脸活着呀？活该被太后王妃当做妻子。老人，你真是好命啊！嫁过去就开始享福了。闭嘴！你们都给我闭嘴！继父，清醒一点。因为你是全京城的笑柄，你让他们丢尽了脸，你就该被抛弃，你就不该存在。对，我是丢脸，我给你们丢尽了脸面。林继父。那又如何呢？我是公主，我母亲是太后，我弟弟是当今皇帝。你们干嘛装作一脸震惊？你们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一个个看似对我恭敬有加，实际上心里都瞧不起我。觉得我的身份羞于启齿，觉得我的存在就是丢人现眼。杨小姐，你快点等下去，放开我！你也没有比我好到哪里去。相公夫人，你家国公在外养着外室，那外室还是户部尚书夫人的表妹。好奇丫头，你中饱私囊，把平阳侯府的家底都给掏空了吧？你婆婆还不知道呢。林丫头，武阳侯府只有门口石狮子是干净的吧？你独守空房3年，你阿公可没少给你。快，来走！走，放开我！林继福，你要毁了所有人才满意吗？沈元姐，我怎么能忘了你呢？少时做了多少阿杂事，还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。洞房那夜，你使了什么好手段？你杀了沈玉清，杀了秦小娘，你就是个毒妇！裴姬嫌你脏，碰都不碰你！你够了！闭嘴！赵二是沈玉清的儿子，赵二的皮肤会不会像沈玉清一样适合作画？赵二，我要让赵二成为我的新画作。赵二，闭嘴，你个疯子！闭嘴，疯子！闭嘴！
快去救我母亲！快！王爷，王妃失手杀了表小姐。封锁消息，切勿传出。是。这人不在池边，却搅动一池春水。叶氏妾这手段，连属下都自愧不如。王爷，恕属下直言，叶氏妾不可再留。 剑在理，收鞘即可，何必自断剑法？叶氏妾敢如此行事，怕是早已料到王爷会护短。国公府一向苛待庶女，说她是沈玉清，定是来向王妃还有国公府复仇的。王爷以她为剑，殊不知，您才是他手中的剑。 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王爷。 妾身有要事禀报。诛他心的是我，要他命的是王妃。王爷将剑指向夕颜，是让夕颜承担所有罪过吗？你究竟是谁？意欲何为？王爷看似权倾天下，实则前有太后虎视眈眈，后有国公府趁势做大。王爷将我留在府中。 我却在你眼中看不到一丝情意，您只是把我当作借，借我压制王妃，让国公府收敛。你对本王倒是了解。夕颜命途多舛，若是不会揣摩人心，察言观色，早就尸骨无存。你是为本王思虑？ 还是想借本王之手，做你要做之事。夕颜要做的，就是王爷要做的。如今林继福已死，太后和王妃、国公夫人毕生举语，
王爷若是这时杀了我，那就是昭告太后，林继福之死与王妃无关，夕颜为王爷辛苦筹划，也就都落空了。本王最讨厌自作聪明之人，你这条命更不能留。君王意气尽，贱妾何聊生？夕颜这条命死就死了，但是王爷，您就如那江东霸王项羽一样，已是四面楚歌。夕颜就在奈何桥摆好酒水，恭候王爷。你本可瞒着，为何要大张旗鼓地认下？就这么笃定，本王不会杀你？夕颜这条命，早就交到了王爷手中，生杀予夺皆由王爷，只有王爷，断不愿丧于他人之手。母亲，不是我的错，是林继福的。不，是叶夕颜，他教唆林继福。什么叶夕颜？他就是沈玉清。沈玉清，他来复仇了。裴姬是不是知道了？一点长进都没有，拿捏不住裴寂，倒被裴寂吓破了胆。这一半的天下在裴寂的手里，另一半在一木和你爹手里。裴寂会让沈玉清为林继福送葬。常毅，伺候王妃更衣，去群卧宴。王妃。早知会发生这种事，就该称病不到。太后要让林小姐在群卧宴投壶比18的头筹，当京城第一贵女。我们不来，就会得罪太后，祸及家人。但愿王妃早点回来。若来的是王爷，今日怕是有来无回。王爷来了，王妃也来了。见过王爷，见过王妃。
不必去了。裴熙不杀他，还让他替我主持曲沃宴，如此羞辱于我。现在出去，更是自取其辱。那就眼睁睁的看着他踩着我上位。小鬼在暗处之时，最能兴风作浪。见了光，就该现出原形了。景儿，往日教导你的，你都忘了？这性子，该再好好磨一磨。李斯。做你该做的。是。今日，若是你拿下京城第一贵女的名头，本王饶你一命；若拿不下，休怪本王无情。她便是王爷新纳的侍妾夕颜姑娘。传闻中的青楼妓子，这好好的宴会，怎么都如此拘谨？都是主人家的不是，诸位见谅。这位便是太傅嫡女，小字蕊儿。蕊儿虽口无遮拦，但并未说错。素闻蕊儿姑娘博闻强记，夕颜有一言，不明其意，想请教一下。贵上级则反贱，贱下级则反贵，何解？物价贵到极点，就一定会下跌；物价贱到极点，就一定会上涨。物虽如此，人亦然。这媚香楼中也有高门贵女跌落凡尘，沦为官妓；也有像夕颜一般，得王爷看中，能和各位贵女一起谈笑。夕颜以为，这高低贵贱自在心中。蕊儿浅薄，谢夫人赐教。当不得，闲话而已。听闻江尚书2位千金曾与吴大家一起学习，琴艺了得。相国夫人则尤善丹青，周夫人则是对茶道颇有研究。
夫人，你真是见多识广。是啊，我们今日真是受教了。是啊，有空让我们切磋一下茶艺吧。常跟夫人多学习。擦拭不可用温水、热水。新鲜的血要以冷盐水擦干，再以皂荚水擦拭；干涸的，则是用硫磺水浸泡擦拭。人教人，百言。奴才来传太后懿旨和赏赐。这王妃和林小姐呢？林小姐身子不适，王妃正在亲自照顾。公公，还是不要进去的好。太后钦点林小姐为京城第一贵女，还不带路，引咱家传旨。贵贱由心，何须他人评判？劳烦公公进宫禀告太后娘娘，今日群卧宴没有第一贵女，众女眷皆为第一贵女。都是第一贵女。大胆！小小侍妾竟敢对太后不敬！群卧宴之事，王爷交由妾身打理。公公这是要忤逆王爷？你当真不怕死？夕颜只是想要一场盛大的告别，被王爷记住。第一贵女入不了你的眼，那本王的贵妾呢？谢王爷不杀臣妾，还给臣妾升了位分。本王最后一次容你，再生事端，绝不了情。
越盛大，越绚丽，就会被越多人看到。我才能告诉那些被欺凌的人，他们所惧怕的一切，不是那么无坚不摧。此时封她为贵妾，裴寂摆明了这是要护着她，不让我们拿她顶罪。她被软禁，不可能一个人做下这些事。习雨呢？去抓他审一审。李斯已经去抓他了。我去面见太后，压下此事。王妃，习玉已抓回，按照国公夫人吩咐，关押起来了。是你自找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威胁我？一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女，和你那华氏爹一样低贱，一条烂命算什么？我可是国公嫡女，摄政王妃，该死！该死！你个不长眼的东西，伺候人都不会，滚！这不是宠妾灭妻的摄政王吗？一个继子，你当众升她为贵妾，闹得全天下皆知。王爷这是连脸面都不要了。不要颜面的，不是王妃吗？我再有错处，也是国公嫡女摄政王妃。她千人称万人骑的东西，也配替我主持军火宴？太后听了岳母的话，本王也替你做了遮掩。林继福被连夜……我不想听这些。此事已了，安心做你的王妃，勿再生事。裴寂，我做这些都是因为你，我才是你明媒正娶的摄政王妃。就算你厌恶我，惩罚我让人提税，3年了还不够吗？
是约好了，上船之后就请人来送信报平安的吗？怎么还没来？这不是西雨的吗？难道他还在府内？裴寂去了京郊大营，叶夕颜救我，说他是不是沈玉清？你怕了，你们都怕了。恨林继父，但我更恨你沈渊起。林继父虽然脾气坏，但他心思是耳根子软。他的恶都是你教唆出来的。沈渊起，你不得好死！盗反天罡，一个家生奴才，竟敢跟我如此说话！我倒要看看是铁鞭硬，还是你嘴硬！给我打！是。行了，他一心求死。苏轼，我既以叶夕颜的身份回来，我就绝不会再让你故技重施。过去逆来顺受的沈玉景已经死了，现在回来的是向你们讨公道的叶夕颜。妾身要为金兰姐妹林继父申冤。摄政王府有人豺狼其姓，蛇蝎其心，谋人性命，请官家查明真相，以为使者在天之灵。叶夕颜求大人查明国公府表小姐林继父之死。怎么回事？摄政王的贵妾不找王爷，闹到咱们这里，他要告的定是王爷要保的人。王妃，大人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两位主咱都得罪不起。人命关天，大人若是不受理，我便不走，
也让百姓们都看看这大理寺是如何王法。本官这就随你去王府。谢大人。西域，再坚持一下，我这就把你从魔窟中捞出。住手！你还敢来？西域，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梅姐，梅姐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沈玉清，看你还怎么装！下官见过王妃，见过国公夫人。摄政王府的内宅之事，赵大人还是不要插手的好。大人，王妃杀死林继甫，又对婢女喜雨动用私刑，需杀人灭口。再胡说八道，本宫就打烂你的嘴！已有定论的案子，谁在没完没了的生事？参见摄政王。即刻去京郊大营向摄政王禀明事由，务必请他出面解决。是，大人。裴姬，你不想管，我只好费这周折，让你的亲信请你来管。王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岳母说，林继福之事已然了结。福儿猝然离世，往日照顾她的丫头，难逃其咎。我定然要查清楚。国公夫人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，妾身如何不足挂齿？但您对王爷阳奉阴违，我同王爷说话，还轮不到你这个妾室插嘴。岳母想查，那就查吧。本王记得最后一个见过林继福的，应是王妃吧？王爷什么意思？谁在不依不饶纠缠此事，不相攻讦，我绝不轻饶。把人带走。走，西域，走。这贱婢不容小觑。沈玉清，国公府庶女，3年前与秦小娘失踪，也恰好是在3年前，媚香楼多了一位西颜姑娘。叶夕颜，你就是沈玉清。是。你承认了？
真物质，我会让你对我动心。夫人，信。夫人，一切安排妥当。很好，他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。未能用习语将他咬死，那就釜底抽薪，让他自投罗网。是我对不住你。姑娘方方面面都给西域安排好了，是西域没有，差点拖累了姑娘。申时一刻，你若不到，竟将乱葬岗与附近的所有尸骸挫骨扬灰。苏夫人拿我小娘的尸骨威胁我，姑娘明日若去，就等于承认自己是沈玉清。小的已经跟顺天府尹报备过了，明天去西郊捉拿山贼，到时候就说这个沈玉清路遇剿匪，被山贼泄愤劫杀。做了顺天府的总捕头，思虑着实周全了许多。这样一来，裴寂倘真过问他死活，你就抓几个毛贼顶罪就是。国公府可摘得干干净净。夫人过奖了。你的酬金。那就是有这个心了。小的该死！3年前，就是因为你才酿成今日大祸。小的该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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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了。要不是老身，你区区毛贼，怎能洗白成总捕头？翅膀硬了的鸟儿固然本事大，但想要的也更多了。
乱葬岗里怎么会有喜轿？不能是有鬼吧？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鬼？就算是有，也是人搞的鬼。跟我走。果然来了。我该怎么称呼你啊？是叫你叶贵卿，还是沈玉清啊？追！沈玉清，我以为你能杀了雀奴和林继福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没想到区区障眼法你就想把老子给糊弄过去啊！李斯，你身为顺天府的总捕头，却甘为国公夫人做鹰犬，开坟掘墓，毁人尸骨，这可都是朝堂的重罪。你就不怕不得好死吗？怎么？这不是你母亲的尸骨？你若是沈玉清，会将自己娘亲的尸骨留在这里，等着被人拿捏吗？沈玉清，你费了这么大功夫，到底为了什么呀？苏夫人狠辣阴质，薄情寡义，你却能为她尽忠多年。她手上有你的把柄吧，而你肯定也留有后手，对吗？你放屁！苏夫人对我恩重如山，我怎么可能会有二心？我可是王爷心尖尖上的人，王爷一怒，伏尸千里。苏夫人和沈元锦可能逃过一劫，可是你呢？是会死在王爷的剑下，还是苏夫人的手里？我妨碍了沈元锦，苏夫人与我已是不死不休的局面。你我无怨无仇，你把苏夫人的把柄给我，我赠你黄金万两，远遁离京。我与那沈玉清当真如此相像？我杀了秦小娘，又抓了她的孩子，你要是沈玉清，不可能是这种态度。万一，宁可错杀，不能放过。此女奸诈，小的差点就被暗算了。
竟将好好的物件糟蹋成这般模样。跟我闹绝世！苏夫人，难道怕的不是下地狱，而是现在你怕那些冤魂来缠着你报复你？给我扒皮抽筋！我是摄政王的贵妾，你就不怕王爷找你麻烦吗？贵妾，一个连真名都不敢用的妾室而已。洞房替税在先，隐瞒真实身份在后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玩弄他。今日他若在此，你死得更快。奴婢从国公府长大，那里吃人不吐骨头，求王爷救救主子！主子早料到这结果，离开前将这封信交给王爷。怎么不替你主子求情？姑娘无依无靠，却对素未相识的奴婢有救命之恩。奴婢去国公府，等姑娘的尸体，等安葬好姑娘，便随她同去。王爷，段时日，随心随缘，只可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终是无法得到王爷的真心。犹记河西初见，少年将军身着黑色铠甲，河西初见，回眸一瞥，着实惊艳了夕颜的一生。无论何时，王爷在夕颜的心中，都是那个鲜衣怒马的冷面将军。夫人，奴婢会好好的伺候小姐。
抽到头皮，再让他断气。玉清，你的才智、容貌都在简儿之上，可惜呀，投错了胎。你若托生在我的腹中，那你比简儿更有成就。要恨就恨你的小娘，谁让她是一个卑贱的乡野医女？你当真要我死在这里吗？不，我还未给娘报完仇，没见到赵荣不能死。这里没有你的贵妾叶希颜，只有国公府庶女沈玉清。她是谁？本王亲自审问。阿纪，女人可以再找，但伤了国公府和太后的情分，就很难挽回了。摄政王府的后院，不需要国公夫人帮忙照顾。打开。龙边将军，你终于来救我了。本王要听实话。10年前，流寇廉颇河西戍军，朝廷溃不成军，叶家满门被屠，娘亲将我藏在水缸之中，却不想还是被乱军给找到。我正要被割喉时，手持大火的剑士从天而降。封大皇子裴寂为五品游击将军，亲率3万大军前往河西平灭贼寇。大灾之年，户部粮饷短缺，所需粮草望大皇子于当地自行筹措。陛下，河西流寇一居100万之众，六军被大肆掠夺，毁坏良田，兵部尚书30万精锐前去御敌，尚且溃败，臣无意鸟入樊笼，以卵击石。刁民流寇号称100万，不过乌合之众。兵部尚书败于轻敌，哀家看你已做充足准备，定能一举为朝廷除患。臣恳请陛下。乌江王愿意借兵，只有一个条件，让你母妃前去侍奉。你既不愿为国效力，那哀家也只能……臣遵旨。是王爷救了河西百姓，救了西颜，河西百姓都称呼您为冷面将军。后来西颜在自由区备受欺辱，全靠着将军的故事给撑了过来。
他们说，将军出征前穿的是银色的铠甲，经过了层层的鲜血，才变成了黑色。怎么刚好是3年前，沈玉清失踪，你去了媚香楼？再后来，人人称赞的冷面将军，成了人人敬畏的摄政王。杀人如麻，可是西安不信，西安只身上京，就只是想看看王爷，却不想差点丢了性命。幸得青梅姑娘相救，可是西安却生了大孽。西安想，我若是能像青梅姑娘一样，是不是就能被王爷看到，成为对王爷有用的人？王爷对西安可曾有过一念心动？王爷，国公府、何府上下都能证明他就是沈玉清。从今日起，谁再说他是沈清，杀无赦！师傅，为何提及河西之战，就能让裴寂相信我就是叶夕颜呢？那是他此生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刻，是他登顶的起点，而你是见证人。所以，此计的关键是让裴寂勾起对太后的恨，和对一个家破人亡的弱女子的拯救。此计要在性命攸关的时候用，但那也会是你最脆弱的时候。他的拯救会让你心生依赖，但你要记住，无情最动人，永远不要爱上那个人。竟然想要我命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不行，不行，都是老子用命挣的，用命挣的。兔死狗烹，就怕下个死的人。破母猪也当宝贝，哼！看你们互相猜忌，自相残杀，
也不枉我在这养雀院走这一遭。可惜没从他口中问出苏夫人的把柄。姑娘，这是什么？摩尼宝珠，地藏王菩萨的法器。很少会有人在家中供奉地藏王菩萨。国公府的佛堂就有一座。月染小姐，我们家主子要对付国公夫人。夫人，老身活了50多年了，还未见过鬼。你们一个个倒好，比我还见多识广。于木善将我养大在庭院。于木笑，我跟野草表姐妻；于木怕，孤魂野鬼。快把火！来人，快放箭！点火！放箭！装神弄鬼，是人是鬼都休想在我国公府作乱。于木善将我养大在庭院，于木笑，我跟野草表姐妻；于木怕，孤魂野鬼滔天理。怎么办？点火！放箭！放箭！好痛！你不是！快跟夫人回去！我还是第一次见嫡母这副模样。姐姐，西安姑娘真的不是亲姐姐吗？她能在群倭宴压倒沈云锦，又能在养雀院全身而退。玉香，只要能帮我们扳倒嫡母，她是谁不重要。母亲，灵吉府鬼魂作祟，传得沸沸扬扬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你这样子，哪还有半点王妃的做派？若不是你非要下作的和侍卫通奸，又怎会落得如此田地？现在是翻旧账的时候吗？你。
我已下令封锁此事，只要不传到宫里，天下皆知，那又如何？枉我为你费尽心机，竟半点比不上沈玉清。去抄100遍心经，好好再磨一磨你的性子。国公府的人在这讨论船上歌谣的人，怕是要传不到太后那去了。无妨，我自有办法让太后知道。参见太后。太医不说风寒吗？妹妹怎生这般憔悴？无妨，让姐姐费心了，别把病气过给您。病愈之后，臣妹入宫陪您闲话。哀家今日来还有一事，福儿无法养育在哀家膝下，也未见最后一面。坊间传言福儿怨恨难消，想必是怨恨我这个做母亲的。哀家今日来亲自看看。姐姐，这都是无稽之谈，不可信。姨母，妹妹死后，我与母亲便日日以泪洗面，这分明就是有人借福儿之死离间我们。你们如何对待福儿，哀家是看在眼中的。只是哀家夜夜难眠，须得看看是奸人作祟，还是福儿怨恨难消，也帮妹妹了了心事。搜，一个角落也别放过。回禀太后，全府上下均已搜完，没有任何发现。哀家听童谣传唱。烧香礼佛保住底，这是何意呀？虚言怎能当真？把佛龛打开。妹妹藏些经书做什么？福儿是臣妹亲自养大，以心血
滋养栽培，怎能不懂？只能夜夜抄经，以解思女之苦。福儿走得太过猝然，是哀家迷了心智啊。摄政王府贵妾叶。地藏王菩萨主管轮回之事，莫不是与此事有关？沈玉清，夫人没想到吧？李斯早就知晓了你的秘密，仿造了一个。你们母女留下，所有人出去！蒂姆，真相是压不住的。这次你逃不掉了。不要哭，我们陪着你。你们好狠的心！妇儿是哀家怀胎10月，冒天下之大不为所生。你们杀了他，还把他的魂魄镇于此处，让他无法转世投胎。太后失言，林继福乃是妹妹远房表亲的女儿，与太后有何关系？太后莫要因小失大。你敢威胁哀家？臣妹自知罪大恶极，但臣妹为太后奔走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
再者，福儿是死于摄政王府之中，单凭我与锦儿，又如何掩盖？刚才惹起事端的，可是裴寂的人。正是，姨母，这明显是有人做局。如今父亲的西府君借着我与裴寂联姻，俨然成事。您若舍了我们母女，岂不是等于舍了国公府，自断臂膀？真是我的好妹妹，好外甥女呀！起来吧，国公夫人，摄政王妃。你们母女巧舌如簧，想来早就盘算好了一切。接下来是何打算？臣妹有一个一箭双雕的主意。天干物燥，要小心失火。太后三思，这里面都是被苏夫人所害之人的冤魂，他们已经死得很惨了。若是再一把火烧了，多少冤魂将得不到安息啊！太后，我小娘的头面还在里面，她曾经给您唱过戏，您亲赐的她头面。可是后来父亲强纳她为妾，嫡母又诬陷她通奸，还有我那未满月的孩子苏夫人，用男生把她救了。闭嘴！求太后三思，求太后主持公道，求太后太后，求太后太后，里面还有继福妹妹。她说，她最恨圆圆，只因6、7元前不想远嫁，却还得在人前欢笑，只敢在醉酒之后，拉着臣妾的手喃喃一语，说：“母亲，我听话，您别抛弃我，好不好？”太后，不要被奸人蛊惑，还愣着干嘛？把他抓进去！太后，太后，敢在国公府作乱，就趁着乱子把你一块烧死！下课！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就要毁灭罪证吗？裴寂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胆敢冒犯哀家！按我朝律令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太后难道要包庇胞妹吗？你，来人，
把苏夫人带走彻查。是。姨母，快救救我母亲！非得把事情闹到这般田地，才肯说实话，晚了。王爷，她是我的母亲，您的岳母，也是有一品高明的国公夫人。锦儿，你是王妃，泰山压顶，不能失了王妃的仪态，做王妃该做的事。放开我，本夫人自己会走。把王妃带回王府。王爷，我们也该回府了。王爷棋高一招，先是借叶贵妾之手，将童谣传入了太后耳朵里，又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，既破了太后与国公府的关系，断了太后的臂膀，又俘获了美人心。他抵刀，我收鞘，棋逢对手而已。这是妾身做的紫苏引子和梅子糕，请王爷和先生品尝。姑娘，您此致王爷会帮我们？太后和王爷共治天下，不过是权宜之计。民无二主，国无二君，他们都想置对方于死地。裴寂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，能够削弱太后势力的机会。可我不明白，王爷不是已纵容他们压下了林继福之死？那是因为林继福确实为沈元锦所杀，沈元锦是摄政王妃，又是昭儿的母亲。如今祸水引到苏夫人那边，摄政王府就能摘出去了。嫡母确实该被清理了。想来看笑话，未免也太早些了吧？苏夫人就这么自信，这次还能安然无恙？我上有太后包姐，下有国公府，即便是定了罪，也不过是去佛庄或者是庄子上小住几日，风波一过，
次会回来。一出牢房，我定会结果了你。苏夫人说的没错，太后的确不打算追究林继父之死，还对外称她已经亲眼看过仵作验尸了。这些年，国公府冤死了多少亡魂？姨娘、庶子、庶女，还要我帮你一一细数吗？国公也都帮您遮掩，称不过是一晚。你是来求和的？那些遗物中，还有些是京中女眷的旧物，不知道苏夫人可否还记得光禄寺卿马大人的夫人呢？什么意思？马大人乃三朝老臣，当年负责继位大典，还曾谏言新皇得位不正，在礼制上开罪了太后，后因其妻子意外坠亡，马大人伤心过度，告老还乡。不过近日，马大人的幼子调任大理寺卿，马大人在朝中威望极高，还牵涉继位一事。太后呢，已将此事全权交于大理寺处，国公也与您撇清了关系。不可能！让你信口雌黄，撕了你的嘴！嫡母，我谋划了3年，为的就是今日啊！你果然是沈玉清！来人！来人！来人！谋害皇亲，也是死路一条。嫡母，你教过我的杀人诛心，要你命的另有其人。我只不过是来给你送壶酒。痛吗？痛就对了。你承受的不过是我和我小娘的1000万分之一。老爷，喝一杯。父亲，你怎么还有闲心喝酒？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如今事已至此，我只好借酒浇愁呗。父亲借着母亲的家族势力，从一个落魄世家子，到手握军权的国公，现在看母亲失了势，就要将她舍掉。我自己去求裴姬，求太后。愚蠢！你与裴姬夫妻多年，他什么心思，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他就是想斩断我们国公府与太后之间的联系。只怪你母后自己做事情手脚不干净，留下了把柄。我们谁也救不了他。他做这些，都是为了你和太后。为了我，我做女儿的不能眼睁睁看着亲娘去死。他做这些都是为了我们。
我相信他会理解的。父亲，您是什么意思？只有这最后一个法子了。母亲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怎么了？看来太后的人来过了呀。夫人此刻不能说话，这是要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我们国公府吗？父亲，我们买通狱卒，找个死囚犯代替母亲吧。你是不是傻？只有他死了，太后北齐才能安心，我们才能脱身。夫人，你受苦了呀！这些年，你的手沾了不少的鲜血，我喜欢的，我不喜欢的，你是一个都没有放过呀！要不是他们来找你还债了啊！傻在这干什么？快过来帮忙呀！过来！不好了，国公夫人投怀自尽了。新姑娘，沈园景最大的仰战苏夫人已经倒了，太后也不会再管她。可您为何没有半分畅快啊？青儿，从今天起，命中哑，命中风，只有这样，咱们娘俩才能活下去。青儿，青儿，再忍一忍，过了今夜，
你儿仨离京城远远的，到边陲镇子开间小医馆，他们都死，以后换不回我小的。王爷找我何事？昨日为何要救国公府的人？你与那些庶女，姨娘曾是旧识。臣妾身份卑贱，看着那些冤魂，不由得想到了过往，感同身受吧。这些证物，你替本王还回去。小娘的针灸包。多谢王爷。谢我什么？谢王爷替大家做主。本王在大理寺查案时，也听了些故事。那个与你相似的沈玉清，和他小娘，在国公府格外受人欺凌。国公夫人对秦小娘轻则累行捶打，重则穷冬裸冻。林继福则是最喜虐待沈玉清，母女二人被折磨得一疯一痒。4年前，二人被关入养雀院，被鸟啄，被铁链穿破双掌，之后便杳无音讯。王爷同情他们吗？当年太后以母妃为要挟，逼我去河西平乱，本是死局。可我若死了，就再也没有人能护住冷宫里的母妃。王爷，小太监得了太后的命令，欺他、辱他，将他死肢脱臼，看他趴下。之后每逢雨夜，母妃都寒气刺骨。你可知本王为何恨人欺骗？母妃素有心计，她最信任的嬷嬷告诉她我在河西战死，母妃心急复发，终是没有等到我回来，便撒手人寰。
所以王爷回来以后便血洗后宫，从此成为人们口中那个嗜血、残暴的摄政王。本王不是同情，而是懂。但本王也有拼死要护住的人，所以不管你是谁，到此为止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妖女现世，天下大乱。之前在狱中验尸，还未见有色。不祥之兆，这是要乱呢。快走快走快走！姑娘，姑娘，街头巷尾人人都在传您就是那个妖女，国公这是要将您置于死地啊！妾什么？我不信，他没有听说您就是沈玉清的传言，好歹也要亲自验证是不是亲生父女啊！妇女？国公爷，这是外面。哎呦，外面才更好玩嘛！国公爷，来吧！国公爷，还有人呢。拿着。连衣服都拿不住啊！我用你有什么用啊？来人，把这个丫鬟给我拖出去罚卖了。爹爹，国公爷，这是您的亲生女儿玉清啊！啊？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做父亲。王爷不想和国公撕破脸，姑娘，这次必定会更加危险。他有他要护的人，我有我要复的仇，终归不是一路人。叶贵妾，王爷派奴才来传话。恭喜叶贵妾升为侧妃，王爷请您戴好侧妃头面，去往正厅等候各方庆贺。王爷为何要在此时给他提位分，还大肆的宣扬？先生也觉得我是被妖女蛊惑，昏了头？国公手鼠两端，在王爷和太后两边拿好处，来扩大西府军。王爷此举无异于是与国公打擂台，逼着国公投向太后啊！不管我抬不抬叶侧妃，都拦不住他和太后谋损。本王还不至于把一个女人推出去做挡箭牌。您对叶侧妃已经动情，您想护她周全。王爷骗得过外人，骗不过自己。可是王爷，他对您有多少真心？王爷本可登基为帝，为了不起内乱，忍辱负重，维系平衡。但是这一步踏出去，王爷苦心经营的一切，都将被彻底打破。南星小美人儿。这几天
那些小美人儿可憋死爷了。正是，你怎么是你啊？你与我到媚香楼做什么？国公爷，奴家辛苦帮您谋划的妖女之事，这才迈出第一步，您就想抛弃奴家了吗？哎，爷是为了大局着想。爷保举奴家入青天剑，奴家在太后身边如履薄冰，为爷和西府君筹谋，爷都忘了。乖，别哭啊！再等等，如今静儿在王府的地位不保，此次定要压制裴寂的气焰，在朝中立威。待日后裴寂倒台了，但裴寂根本不信鬼神，还要将叶夕颜抬为侧妃，更是要昭告天下要保她。单单凭一句谶语，爷觉得能伤到他们吗？哦，啾啾有什么好主意啊？爷可知，这世间何物最为珍贵？当然是美人儿了。啊？这世间唯有失去之物最为珍贵。西府君近几年军饷最高，征战最少，如果突然没了，爷觉得会怎样？若是因了妖女而失去的呢？兵变。如今我西府四兄弟都来吊唁夫人，所带兵马都驻扎在城外，如何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呢？只需要国公爷你死。快说给我听听。妾身观天象，今夜必有不测风云。就不打扰您雅兴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别走啊！夫人，别走啊！夫人，夫人。哎呀，南星小宝贝儿，你可终于来了。走。小美人儿，我来了。抓刺客！那边抓住他！夕颜今日的妆容，可是有何不妥？平日太过娇俏妩媚，总让本王觉得不真实。今日，更像你自己。青天剑灵台始到。
下官参见王爷。王爷，今天见再三推测，叶希言的生辰八字印合了天下大乱的谶语，不宜升为侧妃。青天剑也批过本王命额，也是不祥之日，正好相配。王妃到。王爷要为了一个女人，置天下安危不顾吗？夕颜何德何能，竟能左右天下之事？自杀国公，祸乱天下。叶氏，你可认得此人？未曾见过。这个呢？是我遗失之物。怎么刚好你遗失的东西在媚香楼继子南星身上？有人看见昨日你与他见面。我与南星都是媚香楼的姐妹，私下小聚乃是常事。大嫂死后，大哥有意保密行踪，甚少外出。此刻已经招供，你与南星串通，引国公到媚香楼，伺机伏杀。哼，南星那个贱人，早就收拾好金银细软，事发之后趁乱逃走。京城之内守卫森严，要不是你从中协调，他怎么可能人间蒸发？我欲刺杀国公，怎会蠢笨到落下如此多的破绽？今日是本王侧妃的封妃宴，诸位定有如此。王爷，叶希言害死我母亲，现又行刺我父亲，王爷还要维护他，半点夫妻情谊不顾，宠妾灭妻。王爷，幽王为哄褒姒，烽火戏诸侯，纣王听信妲己，残害忠良，玄宗专宠贵妃，引发兵变。王爷，您现在为了这个女人，要置国公府与我们西府均于不顾，她还不是妖孽？太后口谕，叶希言八字不详，还望王爷以江山社稷为重，莫要因为一个妖女危及前朝。幽王无道，纣王无德，玄宗无度，你们无能。妖孽，你说什么？你敢以下犯上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这江山是男人在治理，又败于男人之手，这过错骂名，却都让女子来背，当真可笑。王爷，拖不得了，今夜子时3刻为最佳时机，火烧妖女，灰飞烟灭，否则必将天下大乱。对。
王爷，城外西府军欲闹兵变。王爷，启禀王爷，城外的西府军整个带弹，大有攻城之势。王爷，百姓聚于城府外，要您斩妖女平兵变。王爷，太后震怒，连夜召集众臣议事。即刻送叶侧妃出京。我不能走。叶夕颜，若你还想留在本王身边，待此事平息，我会接你入京。如今我代表的就是王爷。说是我走，王爷在和太后、国公的较量之中就落了下风。王爷在朝堂中的威信、权势，都将不复存在。你太小瞧本王了。夕颜本就不在王爷要护的人之中。夕颜一介继子，能做到侧妃以示姓氏，不能再牵累王爷娘。王爷，让开！我等生死追随王爷。王爷若执意如此，先踏过我等的尸体，请踏过我等尸体。沈玉清，要你死的人是你的亲生父亲。我没有父亲。你比我得王爷宠爱，早早承认自己是沈玉清，以父亲左右逢源的性子，或许还会在你我之间摇摆。可你偏偏就是不肯认回身份，自掘坟墓。沈元姐，失去母亲的感觉如何呀？你这辈子都别再想睡安稳觉。林继福和苏轼会一直缠着你。国公到，兵部、户部、刑部尚书到。大哥，大哥，胡闹！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兵谏摄政王？大哥，没事吧？大哥，不是我们有意冒犯王爷，实在是众将士怒火难平啊！是啊。王爷息怒，我媳妇刘姨
一向是爱兵如子。他们得知老小遇难，情急之下难免失了分寸。大哥，妖女刺杀国公，按例当斩；妖女引发兵变，动摇国本，当诛。王爷，我等奉太后之命前来监督，此时3刻必须点火。武帝镇守边境，他一向嫉恶如仇。若是听闻此事，必定会带西府军直接入京，到时候任谁都拦不住的。哼！今日你们都在这儿，本王倒是要看看，你们谁敢兵变。夫人，国公和朝中重臣都来了，您可要把握好机会啊！放心，这一刻我等了3年。婶婶不看着侧妃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不知正廷商议的如何了？不管如何，时辰一到，必须放火。妾身是怕王爷报复，还是先确认的好？正是，你果然是叛徒。好在父亲早有准备。贱妇，放开我！不行，不能让沈远景带走正室。走。官爷，这个绳子把我肩膀都磨破了，可以稍微帮我移一下吗？我可是摄政王的侧妃，王爷本就舍不得我，带他出来，我让他把你杀了，为我陪葬。谅你也跑不了。着火了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他竟敢行如此险招，赶紧把他们拖走！西言，快速正视！去救人。是。叶夕，你不要命了？王爷紧张了？闭嘴！那王爷要护的人中，可多了西野一人。妖女的谶语和刺杀事件，都是国公为陷害叶侧妃所设下的阴谋。一派胡言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杖毙！国公，刑部尚书还未说话，国公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？
刺客是国公的人，我和南仙想活命，就只能为国公做事。且有冤难伸，还望王爷、将军和各位兄长明鉴。各位兄长，你们与我夫君是以命换命的兄弟，难道他的死，你们不觉得蹊跷吗？国公荒淫好色，想强占我，被夫君撞破，他竟亲手杀死了夫君，事后谎称是敌国奸细所为。他还以守灵之名，在夫君的灵堂前终是得手。正是你不守妇道，勾引的爷，还想入我国公府，强行狡辩。我好好的将军夫人不错，却以国公府做个屈死之鬼吗？大哥，国公可还记得这把匕首？当年你就是用它杀死了我的夫君，至今他上面还沾有我夫君的血。这是父皇赐给国公的鱼肠剑，竟用来做如此阿杂事。这些年惨遭国公迫害的，又何止我一人？各位兄长常年为国征战，又哪知家中女眷之苦？二哥家中武士妾，三哥庶女宝珍，还有四哥的表妹，都惨遭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强害！大哥，何大哥，你这个疯妇，我早就应该将你杀死了。你以为妾不想死吗？妾早想一死了之，可妾不敢死，也不能死。妾死了，就没人能替夫君洗冤报仇；妾死了，你就更加张狂至极，逍遥法外。王爷，这是这些年妾搜集的国公所有的罪证，只空想谎报军功，中饱私囊。王爷查一下西府军账目，便一清二楚。各位兄长，这些年处处被国公所蒙蔽，还请王爷、兄长替那些女子，替我夫君，替西府君做主。二弟，你们千万不要听他胡言，快与我一同将他诛杀！媳妇六义本是同生共死，没想到你为了一己私欲，杀了六弟，奸污弟妹，更染指众兄弟女眷，你有何脸面配做大哥？畜生！呸！国公谋害朝廷大将，打入死牢，劫富正室，忍辱深渊，无罪。各位上书可有异议？王爷，知法如山，我等心服口服。镇西将军李弘听命。末将在。
西府军不可一日无事，暂由你全权执掌西府军军政事务。末将领命，谢王爷明察。将国公打入天牢。是。二弟，你不能这样！二弟啊，他这是要削弱我们西府军的二弟啊！你别中他的奸计啊！这是活该呀！这是终于要遭到一次这种畜生！住口！畜生！打死那个畜生！谁我看你们谁敢打我！谁敢打！谁敢打！二哥，六弟死不瞑目，这样也算是对六弟、六弟妹和我们亲眷的一个交代。父亲，这便不认得我了。你是？那日我娘生生被你打致流产，嫡母给我灌了哑药，我和我小娘的性命，在你这儿，甚至还比不上你的一番雅兴。你是何人所生啊？姨娘。那个医女。小娘肚子里还怀着孩子，姨母要将她打死，求爹爹救救她。那个荒野村妇能做我国公府的鬼，那是她的福气。滚！别在那打扰我的雅兴。你石玉清。国公这番险境，应该不止一次了吧？那年你落下山崖，如果我小娘没有救你，就不会被你奸污，就不会入国公府，就不会惨死。你早就该死。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我以后会好好补偿你的。国公爷，一路走好。娘，我终于让罪魁祸首向您赎罪了。多谢夫人相助。当不起。若无夕颜姑娘，我也无法替夫君讨回公道。那日在佛堂，你让国公夫人原形毕露，也是给了我希望。妖女现世，天下大乱，这8个字，你让它出现在苏夫人的尸身上，也出现在国公自以为是的计谋中。哎，敢问官爷，请问一下，媚香楼怎么走啊？那边。哪边啊？是那边吗？那边。那边。我说了是那边。那就是左边。结束了。以后，夫人有何打算？遁入空门，青灯古佛，空度余生。未免有些凄冷了。不然，这些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畅快过。虽与夫君天人永隔，但他终能安息，我也心安了。你呢？
上的风雨还未停。保重。等等。他虽挡不住我的风雨，但能为你避避寒。本王记得，这画上曾有很多人。画的不好，就都涂了。不知王爷可否指点一二？还是不肯说实话。恐怕这才是你接近本王的真正目的吧？你是最懂我的人，我的弱点、痛苦、欲望，都掌握在你的手里。我原是以你为鉴。可实际上，你才是我见之人。王爷想怎么处置血？处置？你处处算计，终是让本王爱上了你。我只想听实话。昭儿，慢点。哎，昭儿小心，别掉下去。我究竟是谁？王爷不是一清二楚。昭儿把沈渊锦当作亲生母亲，我绝不允许昭儿受到任何人的伤害。叶邪，我不管你要做什么，都给我住手！山上师傅可厉害了，林师傅枪法一流，周师傅会耍大刀，还有法显师傅。母妃，你怎么又不理昭儿了？昭儿最想的还是母妃，母妃什么都依着昭儿，师傅们就不会。昭儿。母妃养你3年，也该到你报恩的时候了。世子殿下，王爷找您。你疯了！王爷最在意昭儿，若是知晓你利用昭儿，定不会轻饶了你。
青儿，你赢了。摄政王府的一应事务都由你来打理，昭儿也还给你。王爷并未责罚姐姐，你又何必如此？以往都是姐姐错了，余生都会青灯古佛，向你和秦小娘忏悔。只希望你看在我将昭儿视若亲生，抚养长大的份上，原谅姐姐。这是昭儿刚抱回府时穿的襁褓，那么小小的一个娃，哭声微弱，像个小猫。昭儿抓周时拿的是这把小木剑。昭儿刚学鲁班锁啊，总是打不开，气得他摔在地上，又捡起来慢慢学。我没兴趣帮别人养孩子。我知你恨我，但昭儿一直将我视为母妃。你杀了我，将来她知道了，又当如何看你？王妃要修身养性，还是不要再管此等俗事。小狮子，个咸菜！打你，打死你！住手！住手！坏人，就是你，害我母妃！打你！沈渊锦已经将昭儿养得如此娇在上本世子！你可以这样对别人，我就可以这样对你。我可是摄政王，我让他把你杀了！摄政王是吧？行，我让你看看摄政王有什么用。走。放开我！这孩子以后就跟着你们。他穿的衣服真好，卖了能换不少钱吧？我可是摄政王，我爹还是皇上呢，我爹还是宰相，不是太上皇。叶侧妃就是这么照顾昭儿的。王爷能护着小世子一辈子吗？本王的儿子，本王当然要护他一生。那王爷希望小世子过怎样的一生？是做个纨绔子弟，还是像您一样继续摄政天下？王爷应该也是担心小世子的吧，要不然也不会送他去山上习武，拘着他的性子。你如此为他忧虑，又是什么立场？王爷的孩子，就是臣妾的孩子。小世子受到什么样的惩罚，臣妾也同样。
世子，没了王爷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这就是叫着不玩死怪，伤害我母妃，还羞辱我。我没有你父王，我也能活得很好。他对昭儿的感情不思作为。去查一下，当年沈玉清为何被关在养雀院，又为何逃走。是。王爷一向不喜你纵容昭儿，估计也想趁机让昭儿吃点苦头。他倒是挺会拿捏这对父子。这些年，我宠着、惯着，反得不到裴寂一句好话。无妨，好戏还在后头。怎么不跑了？我可以让你也不依靠你的父活下去。逼到墙角，他们就只能一个个来打你。会防卫、会躲闪，比能打更重要。去找他们中最弱的，一招制敌。擒贼先擒王，未必要打，而是要审时度势。你敢打我兄弟！给你，哥哥，我能加入你们吗？你吃吧。也不是不行，你看着比他俩聪明多了。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。那给你，狗子哥以后罩你。
父王，我能把狗子哥带回府吗？我们是兄弟，昭儿不想看他们受苦了。可这世上有很多人跟他们一样，昭儿都要接他们回府。父王，昭儿以后要成为比父王还要厉害的人，让狗子哥他们都有饭吃，有家回。昭儿真棒，比父王厉害。不让你登高处，又怎会让你体验跌入谷底、翻身碎骨、戳心灌髓之痛？姑娘，奴婢来给世子换寝衣。我来吧。若姑娘和王爷、世子能一直如此，该多好啊！王爷对姑娘有情，姑娘为何不告诉王爷真相啊？皇上亲政在即，摄政王府看似花团锦簇，实则烈火烹油。我只想我的昭儿平安顺遂，不想让她卷入王府的这些斗争之中。王妃主动示弱，还主动让世子跟您培养感情，奴婢总觉得有些不安，不知她在谋划什么。不管她要干什么，我都要带昭儿走。怎么会？怎么会没有？怎么了？我记得昭儿的右肩有一个半寸月牙形的胎记，怎么会没有呢？难道是我记错了？我担心，难道世子不是姑娘的孩子？姑娘，好一个母慈子孝的场面，可惜以后再也看不到了。昭儿是谁的孩子？是谁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不是你的。那我的孩子去哪儿了？啊！沈玉清，你终于不装了。你当初生下那个孩儿，就和你跟你娘一样，命薄，抱回府里没2天就断气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肯定还活着。当初怕你生下的是女儿，我早在外面物色了好几个孩子。复仇多次，一场空。你知道你的孩子是怎么死的吗？
烧不退，啼哭不停，后呕了一褥子屎尿，又脏又臭。本宫让人直接丢进帘子里，让野狗老鼠啃食干净。你若不逃，你的小莲和你的孩子就不会死。闭嘴！世子，不要割杀我，母妃！一夜了，还不准备说吗？我知道你想杀了他，可你从不是莽撞之人。今日这般，究竟为何？隐忍3年，一点点接近裴寂，一步步除掉那些人。就是为了能安稳地把孩子带走。早知如此，一开始就该与沈渊景同归于尽，和娘亲孩儿团聚。叶夕，你知道昭儿是我的底线，可你却当着她的面做出这等事，致使昭儿受尽高热，丹方的耐性已经用尽了。那你就在这儿跪着，跪到想清楚，跪到愿意说为止。姑娘，姑娘，我们告诉王爷吧，沈渊景杀了他亲生儿子，王爷一定不会饶了他的。不，日子无果，这样王爷以后怎么对昭儿？我自己的仇，我要自己报。怎么都不吃啊？是本宫不如叶侧妃招待的周到吗？这就对了。天下熙熙攘攘，皆是历来历往。之前你们与他交好，亦是人之常情，本宫不会怪罪。今天我特意请了熟人，为大家跳舞助兴。诸位第一贵女，可还满意？
王爷，叶世谦要刺杀臣妾，众贵女都看得一清二楚。你要替我主持公道啊！来人，将叶希言流放塞北，此生不得回京。本宫早就教过你，皮肤撼动不了大树，你偏偏就是不听。我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拖你下地狱。本宫就拭目以待。姐妹一场，还有一句临别赠言，以防你死不瞑目。裴昭。就是你所生，你别想再骗我，昭儿根本就没有胎记。那块胎记就像你的眼睛一样盯着我，我看着就恶心。我就让人把那块胎记给烫掉了，那孩子就像你一样，竟是一点疤痕都未留。你和裴寂这对狗男女，唯一的用处，就是给我生下昭儿。沈元气，我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认不出，你根本就不配做母亲。沈玉清，你差点害我失去所有。我会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带走。走。我给王妃下了药，只有我能解，放我回去。杀了我，王妃也活不了。还想耍诈？告诉你，我可不是李斯那样的蠢货。看剑！叶侧妃多有得罪，我们奉王爷之命送您出京。他当真活了我？叶侧妃，请。不，我不能走，我要回去见王爷。王爷说过，此生不必再见。此生。太后已拟好了诏书，待裴寂一死，封小世子为一字并肩王，地位可与陛下比肩。王妃与世子去南方的富庶之地就藩，另赐丹书铁券，保你们世代勋贵。王妃
承诺太后之事。不瞒福公公，裴寂从不用我送的吃食。王妃这是要反悔？但他会吃昭儿送的东西。今夜我就送他去地府和那妖女团聚。好，摄政王长眠之日就是诏书昭告天下之时。王妃好谋算。沈玉清，他没死。沈元景，没想到吧？王爷说过，此生不必再见。王爷，沈元景是昭儿母妃，你怕伤害昭儿，不愿动她。可是沈元景，若是他真的顾念昭儿，他就不会在这个时候让昭儿下山，更不会将昭儿卷入这个纷争之中。沈元景要的从来都不是王妃的虚名，而是真正的权势。现在，只有昭儿才能给他权势。裴寂已经对他用情至此。都别动，否则我杀了他！沈元景，我那天刺向你的刀上有毒，这是我自己从曼陀罗中提取来的花粉，和沈元景平时抹的药相冲，只要他抹上，毒素就会侵入他的体内。等太医发现时，就已经无力回天了。你这个贱婢！你让他把昭儿放了，我就把解药给你。裴寂，放杂家回宫，否则带着你儿子一起死！若想昭儿活着，药方给我，放我们离开。你留在府中，我进宫要人。不，我要带回昭儿。王爷，国公府众人对沈玉清4年前的事守口如瓶，属下只从小玉祥口中套出件事。4年前，沈玉清被选为陪嫁，跟着一起来了王府，但府中人却从未见过他。是你。备马，即刻进宫。是。太后懿旨，今日身体抱恙，王爷，请回吧。臣妾愿在此
跪大太后身体安康。太后，这叶希言真在外头跪了一夜，摄政王也陪了他一夜。不错，确是枚好棋子。召他进来。是。叶侧妃无需担忧，小世子由哀家的贴身嬷嬷照看。太后娘娘，昭儿乃臣妾亲生骨肉，只要娘娘能够放过她，让臣妾做什么都可以。叶侧妃聪慧过人，岂会不知哀家想要什么？裴姬，取了他性命，哀家就让你带走孩子。沈元锦也可交由你处置。哀家等着叶侧妃的好消息。臣妾定不辱使命。王爷，太后说，只有你交出兵权，才能还昭儿平安。今日，我便把虎符交给你。我做这一切，只想护住我想护之人。裴姬，原是我从不知。姨母，夕颜终是外人，我才是您的至亲，您怎可以相信他？哀家只要结果，你能杀得了裴寂，你就是一字并肩王的母亲。你才是哀家的亲外甥女。哀家自然是最想扶持你的呀。既然你有这心，哀家也不妨告诉你，这西府军4将有意投诚，哀家也允了他们。事成后，封他们为异姓王。原来您早就……只是毕竟他们要面对的是裴寂，心中仍有犹疑。再者，3将军对你父亲当年欺辱他们家眷之事，仍郁愤难平。姨母何意啊？
母亲这几日不是要在宫里陪姨母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害得我都没有看到七小节灯会。哎，小姐，慢点儿。茫茫人海为你牵绊，来几度辗转，去几番回环，不敢留恋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我啊，小姐还等着呢。你是小姐的丫鬟，我是新来的侍卫，常毅。往事迷烟不过一瞬间，星辰在落山巅，心如明月像无人。我自己做的。风来过不停留他身边，拨开人海发烫视线，来几度辗转，去几番回环，不敢留恋。为什么送给我？我心悦你，想求娶你。若是你愿意，我去求夫人给你赎身，往后我每个月的利钱都给你。我家在乡下还有10几亩良田，我。蠢货！你马上就要嫁给摄政王了，居然跟了个这么个东西！夫人，都是我的错，和远景无关。夫人，夫人，来人，把他给阉了！我不要，夫人，夫人！常毅，常毅，常毅！母亲，是我将他挂在引诱的，他不关他的事。我也有我自己的感情，我不想当你们的联姻工具。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。你能放弃国公府的尊荣，能不要王妃的身份，去做一个侍卫的妻子吗？静儿，我带你走，去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。我虽然给不了你现在双花，但我绝不会让你吃半分苦头。这样，你就可以陪我一起嫁到摄政王府，我们就可以一直在一起。静儿，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等昭儿当了1次并肩王，拿了丹书铁券，
我们就带着他去江南。我们在那文章锦绣地，富贵温柔乡安享尊处，再也不会竞争。这富贵现融入蜃楼，各种人道，似行尸走肉，似魑魅魍魉。无一人是人，无一人不是人。为什么就是食不下？取了他性命，哀家就让你带走孩子。定刀如水，无言胜雪，先手破心肠。都是师父所教。在我面前，你不用做夜袭。我已不知我是夜袭，还是沈玉清。这是我母妃留给我的，说要我送给我心爱之人。
别碰我！我没有伤害你们的亲人，不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晴儿，是我，长意，是我。长意。我没用，没能力护住你。长意。不，这不是我。晴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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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说，晴儿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不会在乎。你还是我的长意，但我已不是你的巧儿了。裴寂欲派人将裴昭刺杀于太后寝宫，栽赃给太后，得到死讯，便以此为由起兵攻辩，篡位自立，并为安抚臣妾，封臣妾为摄政王妃，许日后皇后之位。裴寂罔顾人伦，臣妾不愿与之为伍。江山面前无父子，好个无毒不丈夫的摄政王！让沈元锦带着裴昭即刻离宫，密诏叶希言，想保住孩子，无论如何要让裴寂今日如常早朝。是。昭儿成功转移之前，太后定会想办法将你留在宫中。等昭儿成功转移之后，再诛杀我。昭儿若不能成功转移出去，太后便会豁出性命，与我在宣政殿鱼死网破。宫中禁军都在我手里，要死也是他死。所以，太后的谋算定不至此。我能在他的搓磨下活到现在，还做了摄政王，比你更了解他。他和苏夫人一样，毒辣却少谋。你不必多想，只管去救昭儿。你能担心我，就够了。王爷。沈元锦已带世子爷离开太后寝宫，我已派人跟着。事不宜迟，昭儿还在等你，去吧。太后若是知道重器，定会对你不利。若不上朝，太后生疑，昭儿就危险了。此刻局面于我，不及将成万分之一。事成之后，你们去别院暂避，等我接你们回家。裴寂，我和昭儿在别院等你。如王爷所料，前日吴前西府军乔半城客商已潜入京城，此时恐怕已埋伏在宫中。切记，
节制好经济，魏淑君，没有本王诏令，不可入宫。王爷此去凶险，还望三思。先生难道不懂，乱局需控制在宫内，速战速决。一旦蔓延，将覆水难收，各地豪强便会伺机而起，本王10年心血就功亏一篑了。王爷不愿山河再度破碎，苍生再度蒙难，可也不可不顾自身安危啊！此番若妻儿能平安无恙，已是本王大幸。素此生能遇王爷，吾之大幸。擦拭不可用温水热水，新鲜的血要用冷盐水擦干。以后再也看不到我这副样子了。你不想我看，我便自怜不看。长义，母妃，怎么啦？裴姐，沈玉清，我要用你们的血来祭奠长义。父王怎么了？不，这个妖女最是诡计多端，我不能让她这么轻易死。我要看着她死，我要看着她死。母妃。群臣何在啊？本王未召西府君入京，尔等所为，已属抗旨。好大的皇威呀！群臣已引至御花园看守，今日此处只恭候摄政王。太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就不怕天下大乱吗？乱！哀家与皇上就是要平乱。裴寂，你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！没想到你的枕边人，你那最宠爱的继子，已把你企图造反之事密告给了哀家。那也要看看他们几个能不能拦得住本王。恐怕你还不知道吧？哀家已秘密放入西府军，你的人别想踏进大殿半步。皇上有旨，国贼裴寂欺凌君主，亵渎朝纲，祸乱天下。今诏忠勇之士，诛杀逆贼。
王妃，他们在上面。昭儿，青儿，好妹妹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让他们滚！你们退下。不要！你知不知道我过得有多苦？礼仪规矩学不好，罚跪佛堂；琴棋书画学不好，罚跪佛堂。一言一行都要做好世家贵女的典范，半点都不能行差踏错。母亲，你为什么还是不满意？我知道，姐姐的苦我都知道。你一个淑女，你知道什么？母亲恨我不是儿子，父亲只在乎外面那些野女人，他们只是把我当做巩固权势的工具。我做的再好，都没人爱我，只有长衣，我的长衣。昭儿，一招制敌。不要！我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什么就是不听话？你为什么不是我的孩子？我和长玉的孩子。长玉，我们一家三口也该团聚了。沈玉清，我不想你死了，死得太轻松，太容易。我要让你生不如死。庆儿，一人之术。
慢点，世子。昭儿就拜托给程长史了。王妃此言何意？我虽然不知道王爷的计划是什么，但我不能置他于不顾。王妃的计划中本就没有王爷，现在这般，又是何意？我本就是王爷的剑，自当与他一起。娘亲。护你与小世子，护着天下，独独没有他自己。这一对侍卫以死报效王爷，王妃带着他们，兴许能帮王爷杀出重围。裴姐，你个骗子，一定要等我！不！哭什么？好好看着，就是要让他们斗个你死我活，我们娘俩才能坐稳这江山。杀了他！给我杀了他！你就算出去，也活不了。我就没打得出去，你也休想！裴姐，裴姐，仙，仙，裴姐，西府军已经败了，你快开门！别进来！王爷，出去！任何人不得入大殿一步！你要干什么？裴姐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这百姓来绝了业！我要这官场人心人和！我要这天下海晏和定！
裴寂，摄政王，你杀我！你不是想要这江山吗？我让皇上下旨，把皇位禅让于你。我何时在乎这皇位？那你想要什么？我全能给你，全能给你。王妃，孩儿终于能给你报仇了。你不死，我妻儿就永远无法平安。太医，快说太医！你为什么要孤身犯险？我们不是说好在别院等你来接我们回家的吗？原来你也有这么结切的事，为了我，你我皆是仇长客。你背负什么，我懂。对，日落时分，我时常在舒阳窗口看你坐在满脱落的花树上，望着水榭出神。那时的你，有没有想过？想过。想如何利用我？之前是，后来就不是。什么时候？在你把小娘的城堡给我之后。对不起，3年前我就该来找你。那时的我也不一定护得住你。是你救了我和昭儿，这一次算你冤枉。下次我们不用再重逢，不用再步步为营，只走得平稳无奇。什么下次啊？来几度辗转，去几番回放，不敢留恋。遥望着遇上明月高悬，而我坠落山川，微弱的心愿。分开就像静止在从前，往事迷眼不过一瞬间，现身在路上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
不用再装了，不用再步步为营，只做的平凡父亲。什么瑕疵啊？下次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这世间哪个女子不肖想王爷？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的侍妾。你究竟是谁？意欲何为？终有一日，我会让你对我动心的。我也不知我是叶夕，还是沈玉清。小娘的针灸棒。这是我母妃留给我的，说要我送给我心爱之人。今日更像你自己。裴寂，我和昭儿在北院等。下辈子，我们早一点续结。不要回去，回去！沈玉清，诛杀国贼裴寂，护驾有功。以后你可以做回自己了。沈玉清，裴寂，裴
走到这儿。生黄芪半斤，生黄芪半斤，远志肉3两，远志肉3两，牛膝3两，牛膝3两，石斛1两，石斛1两。谢谢我，谢谢。天下皆知，善之为善，斯不善也；天下皆知，美之为美，斯恶已。娘亲，这是何意？这是告诉世人，
不要对自己的善恶美丑的标准深信不疑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比方说，天下人都以为父亲是坏人，实则父亲是好人。对，来。你虽大难不死，但终是受了极为严重的伤，气血两亏，还需要好好休养才是。从前做皇子时，母妃问我此生最想要的是什么，你可知我是怎么回答的？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师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不敢肖想今日。有你，有昭儿，有现在的生活，我此生无憾。我亦是。